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那么大家好，我是琉璃。本期视频是暗黑4 2.1 PTR 中关于灵巫的一些改动情况说明啊。那我们先从影响最大的两个 bug 修正说起。那其一呢是粘性护盾的增伤问题，这一传奇巅峰节点它实际上是每12点生命提供1%的独立增伤啊，按照你24000生命算，它有20倍的增益。那其二就是化境威能的爆伤增益也被暴雪修正了。这个版本我们能通过决断层数转化来大量的格挡率，它是可以联动化境的啊，带来10几倍额外爆伤的提升的。暴雪修正之后，这一威能应该最多只能提供格挡后140的爆伤了。顺便一提啊，现在决断层数的回火它也被暴雪改成100%护甲了。你想要决断上限呢，就只能从改动后的暗金和威能找到不多的层数，估计下个版本有个20多层就顶天了。那受以上两个 bug 修正，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当前最主流的压爆飞羽的冲层玩法。不过暴雪在蓝帖中并没有提及主系暴灵和凶恶预言者触发时会额外享受到一些加成的问题。如果这个双算机制保留，那么压爆飞羽本身还有一定的潜力，但如果他们的双算也修正，那么压爆飞羽的玩法就变得很弱了。因为在以上两个削弱之外，暴雪还同步削弱了科障的暗金增伤，以及改动了它触发时与放逐领主的联动，让灵巫必须凑到275的资源上限才能加到压制啊，最差的情况下100兆变成100亿甚至10亿都是有可能的。而除了影响最大的压爆飞羽之外呢，由于两个争议 bug 的泛用性，当前版本的灵巫所有活跃玩法也都会受到影响。比如闪避流和毒爆流，我估计强度也要暴跌几十层，所以暴雪也为这些玩法提供了一定的补强。那接下来是灵巫在 2.1 版本所有改动内容的说明以及情况的解读啊。就首先是全职业通用的两个终极技能威能，对灵巫来说这两个威能是非常容易触发的，不过实际战斗中用的估计比较少。全局增伤的这个威能数值相对灵巫的其他争议威能系数有点低了，而争议大招的威能估计得看4系终极技能的开发。下个版本灵巫的4系终极技能点到5级的时候呢，狂猿可以每秒附带一次经济伤害，天鹰可以得到基于爆伤和易伤的加成，猎豹可以处决受伤的非精英敌人，而巨虫则会得到基于治疗加成的额外增伤。如果没有什么妙妙机制的话，那么我估计这些终极技能里也就巨虫可能会在毒素的体系里有一定的存在感了。然后是新的传奇威能和新的暗金武器。传奇威能方面是使用剃刀飞翼命中敌人征服天鹰技能的输出最多 50%， 数据虽然过得去，但它绑定了一个技能还要叠加，估计只有在纯剃刀飞翼的构筑里才有应用的价值。而新的暗金武器是一把自带格挡的长杖，持续效果呢是敏捷、最大生命、专注技能等级以及概率使强效技能造成20伤害。它的暗金威能呢是让专注技能享受到全部技能的等级提升，并且在释放之后会增加强效技能最多 200%。减重版本对一些技能的翻译标签是有问题的，专注技能它同时就有专注和练力两种说法，所以呢我们额外再提一下这两个标签的技能啊。专注技能指的是漩涡、飞空、劫掠者和毒素之夫4个，而强效技能指的是报复、剃刀飞翼、爪击和死亡之触4个，所以这一武器的主要争议会集中在报复、死亡之触和剃刀之翼这3个技能上。接下来是技能方面的改动，两个基础技能的小加强让你开荒更舒服。遮刺提升了基础和挂毒的伤害，践踏则提升了伤害和最大屏障，报复减少了技能的冷却，死亡之处优化了虫群的命中，剃刀飞翼呢则增加了同时存在的数量。忍耐的提供资源提升了，而极速取消了伤害限制，只要移动就能回蓝。堡垒的基础经济翻了3倍，加速的增伤从单次变成了持续2秒，最多 24%。对闪避流是个极大的加强，其他的一些天鹰玩法也要考虑点它了。吉祥的给盾触发周期也从5秒变成了2秒，你用它来提供护盾会更稳定。而巨虫的主灵得到了一些加强，除了持续时间更久之外，还额外附带了毒素伤害。鹰系的次级殿堂则延长了暴击加成的重置时间。在回火的配方方面，除了决断层数改为100%之外呢，天空强化中的剃刀飞翼20发射变成了双倍伤害几率，土壤强化的死亡之处20感染变成了持续时间延长，但是巨虫撞星的死亡之处持续时间被删了，所以这实际上对死亡之处打法来说可能是个削弱。威能方面改动如下，我们这里挑几个重点来讲欢星现在不需要敌人异常它就能触发了，开荒阶段用来刷闪避会更舒服。坚韧威能现在新增了5层的最大决断，附属泥沼的身伤也提高了。暗金方面也有不少的改动，比如大地蔑视的鞋子它对飞空的整体提升会更大。初期指环词缀进行了重做，改成了一个可以提供最大决断层数的暗金。威能它也在闪避后消耗决断的同时新增了增伤。乌瑟南帕把释放终极技能的回蓝改成了最大生命，同时它对主灵的增益提高到了 200%。扭曲月华之界的瘟疫虫群现在更强了，火炮10的击中效果也改为了100%护甲刷 CD 的效果削弱，回血的效果时间长。巅峰方面呢，荆棘雕纹和它的传奇节点得到了加强，毒素的传奇节点是新增了一个根据治疗提供毒伤和加成的效果。那以上是灵巫在 2.1 版本已知的改动内容，我们接下来简单聊一聊目前主流的玩法在 2.1 版本的变化。那首先是受影响最大的压爆飞羽
按照目前毕业装备来算，它的输出可能下滑到了1/1000左右，但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把削弱对自己的影响降低一下的，比如说舍弃传奇头回去带暗金头，或者让军帽重回战场，回火没法出决断了，我们正好出护甲，让不屈猛击这个真伤威能可以吃满等等。但即使这些操作拉满，我估计输出也就回到之前的1%左右，一发百兆变成一发万亿，它也是一个足够强力的 BD。这呢还是建立在暴灵和凶恶预言双算没砍的情况下的。如果这两个都被暴雪暗改了，那么废域很可能就只有现在1/1000的强度了。闪避流受削弱的影响会小一些些尤其是在开荒阶段的影响几乎是没有的。技能和巫术的加持让他在开荒阶段很可能表现的比这赛季还强。不过你在后期想像这赛季一样几十秒刷个100层，那应该是很难了适合用来前期攒材料，然后呢在中后期出了强力打法你再去转型反正下一季也有军械库了，玩法之间切换起来也更舒服。毒爆类玩法吃削弱的力度跟闪避流差不多，这一类玩法原本的问题也有所缓解。就当前版本毒爆的最大问题是灵巫上毒的手段不够强导致灵巫虽然有最强的爆毒方式，还是只能用毒素之父这一个技能来挂毒。这呢还是因为它的技能等级在高了之后伤害系数会有异常的提升。你正常要玩毒灵巫的话，最适合的挂毒手段是安头。下个版本暴雪在巅峰还有巨虫的主灵都给了我们一定的挂毒能力，配合巫障改版之后，毒灵巫应该会有不错的强度。在开荒阶段呢，高攻速配合巨虫的主灵叠毒应该也比现在舒服得多。那唯一的毛病就是暴雪还是想让我们毒素玩法跟治疗挂钩，那我只希望滋养的无限叠加别修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碍于篇幅原因部分冷门的打法琉璃这里是没有提及的，等 PTR 实战之后再出报道吧。那么我是琉璃，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